北京楼市彻底崩了，三环房价直接跌破2万，顶级豪宅一夜蒸发上千万，银行坏账潮正酝酿，10兆地方债像定时炸弹，顺丰市值短短2周蒸发300亿，河北街头大叔为了一碗面自扇耳光，一连串触目惊心的场景，把2025年的中国经济推到悬崖边上。这不是冰冷的数字游戏，而是正在上演的资产崩塌、金融失守、企业跳水、民生溃败、垃圾时代的残酷序曲。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袁成。2025年8月，北京取消楼市限购政策满月，本应作为重启市场的强心针，却意外触发了一场席卷全城的泄洪式抛售。房价不但未能企稳，反而出现断崖式下跌，从核心区豪宅到5环刚需住宅全部沦陷，北京楼市步入前所未有的冰点，卖房者纷纷降价脱手，买房者观望情绪浓厚，金九银十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楼市的彻底沉沦。北京房价正快速滑入垃圾时代，最新案例与数据显示，这场雪崩正在滑向不可逆转的悬崖。先看新房市场，2025年8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共成交3135套，环比增加8.16%，似乎出现短暂回暖迹象。然而，与去年同期5308套相比，整整少了2173套，同比暴跌40.93%，可谓是残酷的腰斩。同期新房成交均价也从7月的约6.21万元每平方米降到5.99万元每平方米，单月下跌约3.54%。再看二手房市场，情况更加不容乐观。8月，北京市二手房网签仅13331套，虽然环比略有增加，但同比仍然下降7.19%，且远低于公认荣枯线1.5万套每月的水平。二手房成交量迟迟无法重回荣枯线之上，整体处于低位徘徊、逆水挣扎期。让业主更加心碎的是，市场供给端出现了挂牌激增、以价换量的踩踏苗头。截止到9月1号，京城龙头中介链加前台二手房挂牌量已经突破14.2万套，后台总房源量估计超过16万套，短短8个月内挂牌量净增超过万套。大量业主趁政策松动蜂拥挂盘，如同被困许久的死刑犯发现囚笼大门洞开，纷纷疯狂抛售，导致市场瞬间演变为一场仓皇逃跑的踩踏出清。其中，位于北京3环内的丰台区马家堡西里，二手房最新成交单价跌到2.7万元每平方米，标志着北京3环正式进入小3万时代。南4环清河小区，一套建筑面积71.57平方米的2居，挂牌价180万元，最终成交仅151万元，每平米单价跌破2万元，宣告2万时代来临。5环边某小区，距离2环仅11公里的一处楼盘，一套房产竟以区数十万元成交，单价直逼1万元每平方米，房价一夜间倒退回10年前，挂牌价是美颜照，成交价是惨不忍睹的卸妆素颜。这句话成了线下北京楼市的真实写照。我们很多人为了保护牙齿，天天刷牙2、3次，可眼睛的保养更重要，因为牙掉了还能植牙补救，视力真伤了就麻烦了。从早到晚盯着屏幕6到8小时，感觉干涩、酸胀、畏光、眼压紧绷，你是不是也这样？我劝大家，眼睛越早护理越好，越省心。那我要推荐给大家一个小东西，一个非常好用的冷敷眼贴，贴上去大概3分钟，我就明显感觉眼睛放松下来了。这个眼贴里面有3种植物萃取成分，贴上去清清凉凉的，可以帮你缓解蓝光带来的压力，维持泪膜滋润。有86%的人反馈使用之后都更放松、更滋润。如果呢你是日常保养，可以每周2到3次给眼睛做个小 SPA。如果眼睛已经明显干涩或最近用眼很多，可以增加使用频率，白天用2到4片，分时短贴，晚上6片连贴6到8小时，睡一觉就好了。这个眼贴在工作睡觉时都可以用，我很多同事就是直接贴着工作，一开始会流泪，
试用之后就可以了。用完撕下来不扯皮，妆也不花，每天不到半杯咖啡的钱就能给眼睛一份长期守护。需要的朋友就点下方的链接，输入我的优惠码大10局，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限购政策曾经被视为中国楼市最后的心理防线，维系着卖方市场的信心幻觉。一旦取消，市场真相便原形毕露，供给激增，成交低迷，价格雪崩瞬间展现在人们眼前。北京此次限购松绑，原寄望以刺激需求，止跌回稳，没想到开闸放水，却引发了毫无预警的楼市泄洪。大批业主趁机扎堆抛售，形成踩踏式出货潮。成交量虽然短期放大，但房价随即掉头向下，市场迅速陷入量升价跌的恶性循环。事实上，当局的这剂特效药反而成了压垮楼市的最后一根稻草。天都塌了，兄弟姐妹们，有没有觉得一夜之间全北京的人都在卖房？而且呀，很多人宁愿赔掉首付，宁愿腰斩，他也要把这个房赶紧卖了。麻了，前1个月北京的楼盘都在做一件事，打折，西边项目通通特价，原喜和中海环宇的特价战士石景山直接跌到6万出头，朝阳的玉翠园、北西区林业降价，南边建发官城也跟风甩卖，但最狠的还是门头沟这位老演员西山原著，这项目当年可是号称1500万的山间别墅，直到现在对半砍到700万。雪上加霜的是，中介机构和某些卖方行为进一步放大了市场恐慌。为抢占成交窗口期，北京最大的房产中介链家从今年5月底开始推出所谓的一口价营销策略，在全市筛选出一批价格压到周边最低的房源，统一以极低一口价挂牌出售。中介全力推广这些砸盘价房源来吸引买家，许多着急出手的业主只能跟进降价，忍痛割肉，形成低价成交，以此为新参考价，再压低其他房源价格的循环。一口价房源的成交价往往比原挂牌价还要低，而新的成交价很快又成为中介向其余业主施压的依据。由此反复，房价在恐慌情绪和中介的砸盘操作中被持续向下扭曲，市场出清过程几乎与传统供需关系脱离，演变成一场价格失控的疯狂踩踏。此外，北京市朝阳区国资委的一项操作更令市场信心雪崩。就在新政落地前夕，朝阳区国资委集中抛售旗下位于东四环的晨光家园 C 区300余套沉没多年的库存房源，全部以毛坯现房形式低价入市。据悉，这批房源低楼层均价只有大约5.5万元每平方米，中间楼层约6万元每平方米，相比周边二手房市价有明显让利。如此庞大的供给以近乎跳楼价突然涌入，相当于晨光家园过去6年二手成交量总和，一夜之间击穿区域价值底线。周边二手房业主闻讯叫苦不迭，有人痛斥：这难道不是政府利用资讯差和政策权力在出老千吗？更有网友爆料称，自己在2022年6月斥资838万，单价约8.69万每平方米买入该小区房子，如今不得不降价200多万挂售，平均每年财富蒸发超过70万。此前，北京也发生过类似国资低价抛售事件，如2023年某大型项目打包卖出154套房源，造成周边业主恐慌性挂牌，市场随即陷入抛售降价、更多抛售的螺旋式下跌。可见，此次限购松绑不但未能挽回信心，反而加剧了供给端的集中释放，在市场基本面疲弱的背景下，引发连锁反应，政策起到了反向加速的效果。这轮楼市雪崩中，就连过去被视为金身不破的顶级豪宅板块也不能幸免，集体上演割肉自救。一度号称北京房价压舱石的西城金融街区域，近期成交价大幅跳水。例如著名豪宅项目西城精华，一套建筑面积153平方米的3居室，2025年8月30号以2330万元成交，而3年前同户型成交价高达3366万元，房价3年跌去31%，市值蒸发超过1000万。再看海淀区顶级豪宅板块万柳书院周边，今年9月刚成交的几套次新房源，价格比去年同期普遍下跌25%到33%，其中一套大户型1年内缩水约800万，另一套中小户型也跌去数百万。
可谓几只飞燕瞬间拔去了身价之矛。曾被视作抗跌最后堡垒的豪宅区域，如今照样扛不住市场的强震，价格神话彻底破灭。这已经不再是局部回调，而是高端房产价值体系的全线崩塌，中产富裕阶层也难逃资产缩水的命运。放眼北京楼市过去30年的轨迹，大部分时间走的都是上行阶段。2009到2011年间，单月成交量一度高达4万套，2013年更创下月成交4.5万套的峰值。2016到2017年，月成交也有3万套左右的高位。这些成交高潮期往往伴随着房价的疯狂飙涨，造就了北京房价节节拔高的黄金年代。自2023年下半年起，北京楼市明显掉头向下，今年则陷入了急速雪崩期，核心城区房价普遍较高点下跌20%到30%，部分房源甚至腰斩过半。例如东城区景泰细粒某小户型，2023年成交价约560万，2025年8月卖出仅287万，不足2年，价格过半腰斩。西城区一些房源相较3-4年前高点也下跌了40%到50%。人口和经济层面的深刻变局，正是这场楼市巨变的底色。北京市常住人口近年来首次减少，老龄化加剧，净流出趋势显现。同时，国内经济增速放缓，通缩压力凸显。简而言之，老百姓真的没钱了，就连经济辐射力最强的首善之区也难以独善其身。经济寒冬的刺骨寒气已经开始传导到北京这一楼市标杆城市，并渗透进其最核心的豪宅区域。往期那种全民热议房价上涨，闭着眼睛买房就赚的繁荣景象，恐怕一去不复返了。中国楼市向来是中国经济的镜像折射。曾几何时，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楼市兴则经济兴。如今，当宏观经济陷入下行和通缩泥潭，楼市也同步步入严冬。需求端的人口红利衰减，年轻劳动力和新购房群体大幅缩减，居民收入增长乏力，预期转弱，这些都决定了房地产不再可能重现过去那种高歌猛进的荣景。眼下的北京楼市正映照出中国经济的困境。高杠杆时代余波未消，资产泡沫破灭后只剩一地鸡毛。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支撑房市的市场心理预期已经彻底反转，买涨不买跌的信条瓦解，人们从前争抢恐慌性购房，变成如今恐慌性抛售，观望等待更低点。连顶级豪宅都出现大幅降价，割肉离场，豪宅永远保值的迷思破产。北京楼市上演的这场全城泄洪，不仅是资产价格的坍塌，更是中产阶级信心的崩塌。一位业界人士感叹，以前大家信奉房子是财富蓄水池，如今却成了漏水的木桶。敢问中国楼市的未来何在？正如网民所叹，敢问财富何处有，断肠牛马在天涯。这句无奈的咏叹道出多少中国人的心声。在楼市进入垃圾时代的镜像下，人们对财富的渴求与迷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或许当前这场楼市雪崩正是中国经济深层痼疾的一面镜子，也为我们敲响了时代转折的警钟。楼市雪崩不只是中产阶级财富的崩塌，更是悄然冲击中国的金融神经。当前房价断崖式下跌，意味着银行手中庞大的房贷资产和抵押品价值正迅速缩水，潜在坏账风险日益累积。而与此同时，另一颗更大的定时炸弹正在逼近：地方政府债务。中共当局为了缓解地方财政困境，正考虑将风险转嫁给国有银行，这让银行业本已紧张的资产负债表更雪上加霜。根据彭博社披露，中共当局正准备处理地方政府拖欠私营部门的巨额债务，总额估计高达10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 GDP 的7%。当局考虑要求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在内的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出面，向地方政府提供贷款，用以偿还拖欠民企的工程款和企业债务。这项新建计划第一阶段就涉及至少1万亿元人民币，官方目标是到2027年完成。表面上看，这将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拖欠压力，但实际上，它是将风险转移到了银行体系，
五大国有银行今年上半年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已经达到3.51万亿元，比去年年底增加近6%。而一旦地方债务贷款转化为坏账，银行势必成为最终买单者。如果说楼市崩塌和银行危机还主要存在于资产负债表和财经报表之间，那么资本市场和街头现实则将经济寒潮赤裸裸地投射到企业和普通人的生存境况。2025年秋天，中国经济的冰冷气息不仅弥漫在交易大厅，也弥漫到了寻常巷陌。中国快递巨头顺丰控股8月底公布的半年报显示，公司营收同比增长9.26%，到1468.58亿元，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9.37%，到57.38亿元。看似一份亮眼的成绩单，然而投资者却选择了用脚投票。自8月29号起，顺丰股价连续跳水，到9月12号收盘，市值蒸发超过300亿元，跌幅接近14%。这背后的原因在于投资者对财报质量的普遍怀疑。其一，核心速运业务深陷价格战泥潭。据国家邮政局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近20%，但单票平均收入却下降了7.7%，顺丰也难独善其身。7月单票收入仅13.55元，同比下降14%，远低于2018年的23.18元水准。换言之，业务量虽然在增长，但盈利能力却在恶化。其二，顺丰的新兴业务仍在持续亏损。供应链与国际业务上半年营收虽然达到340亿元，但亏损近3亿元。海外市场依旧处于烧钱阶段，成为股价的拖累。这使得顺丰表面的盈利增长更多依赖于出售子公司带来的投资收益，而非主业的稳健增长。真正引爆市场忧虑的，则是公司推出的共同成长股权激励计划。这项总价值近100亿元的持股计划，涵盖从高管到基层收派员，表面看是长期激励，但行政门槛却仅要求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为正。换言之，员工不需出资，几乎躺赢。分析人士指出，这样的激励更像是福利，不仅难以真正激发积极性，反而削弱了股东的利益保障，导致市场质疑公司治理与长期发展质量。市场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激励若不能重建信心，那么就只会放大疑虑。这场看似慷慨的股权激励，以股价连续跳水、市值蒸发数百亿的结果进行了回应。如果说顺丰市值蒸发的是股东的账面财富，那么河北廊坊的乞讨视频则直白地揭示了经济下行对底层劳动者的沉重打击。9月中旬，一段视频在网络上引发海量转发。4名50、60岁男子因找不到工作，饿了一天，被迫沿街向路人乞讨。视频拍摄者描述，这几位大叔一路与人打招呼，但多数路人只是摆手拒绝。最终，拍摄者将他们带到附近面馆，点了4碗面条，还额外加鸡蛋。画面中，其中一名白衣男子边说我这个老脸都不要了，就是为了一口吃的，边扇自己耳光。这一幕刺痛了无数网民的心。要钱的可能是骗子，要饭吃的多半是真的遇到困难。也有人感叹，这个年纪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求人的。更有人直白指出，政府部门什么也指望不上，普通人只能互相帮衬。然而，这并非孤立事件。今年3月，在广东一间餐馆里，还有一名外地男子因失业走投无路，恳求老板：“我可以帮2天忙吗？只要管饭，不要工资。”他坦言，自己已经1天半没吃饭了。这些故事无不折射出中国劳动市场的含义。从北京房价暴跌、中产资产蒸发，到国有银行被迫承担地方债务，再到顺丰市值数百亿灰飞烟灭，最后延伸到河北街头大叔为一碗面自扇耳光，这是一条完整的下沉链条。楼市雪崩，资产泡沫破裂，金融层、银行负担地方债务，坏账风险加剧；企业层，龙头公司顺丰市值跳水，资本市场信心崩溃；民生层，普通劳动者失业乞讨，尊严被碾压。这条链条生动地揭示了中共的垃圾时代不再只是宏观经济的概念，而是渗透到每一个层面，
从国家财政到公司治理，再到百姓饭碗，中国的经济困局早已演变成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